吴亦凡被判13年加驱逐出境，这对很多艺人都会有警示作用。保暖思淫欲，胡作非为，就是这样的身败名裂。吴亦凡宣判当天，因为他是外籍人士，相关部门也邀请了加拿大驻华机构的人员参与旁听。不过，据说在宣判以后，吴亦凡提出了当庭上诉，认为判刑太重。不管如何，这些犯罪事实存在，后续相关程序走完以后，吴亦凡吃牢房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据知情人爆料，吴亦凡拿到判决书后，将会从北京朝阳看守所前往河北盐城监狱所，度过自己10几年的牢狱生涯。这所监狱位于河北三河市，距离北京很近，关押有600多名犯人。外籍犯人只是关押的一类，还有其他普通人或者一些落马的官员。媒体报道过，前足协领导谢亚龙、南勇、杨一民、国际级裁判陆俊，还有央视春晚导演赵安等人都在此服刑。前国家男足主教练某铁目前被查，听说问题挺大，如果有问题，可能会和吴亦凡关在同一个监狱。据说，在这所监狱，有文艺细胞的犯人最受欢迎。因为枯燥的劳动之余，大家需要娱乐，但和自由人不一样，累了听听酷狗音乐或者什么的，而他们没有手机，所以会才艺的人，特别是会唱歌的人，就会有用武之地。官媒曾报道，前央视春晚导演赵安就因为文艺才华，常常给大家带来娱乐，很受其他犯人欢迎。吴亦凡能歌善舞，相信他的到来会给犯人们带来快乐。以前听他的歌需要很昂贵的门票，那些与他一起相处的人可能随时会听到歌声或者看他跳舞的姿态。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他的生活条件，每天会有人组织他进行一些精密技术或者体力劳动的活，比如缝制衣服、浇地、打农药等户外作业。吴亦凡将会住4人间，睡觉的架子床不是大学宿舍那种钢架子床，而是实木架子床。也会有人组织他看看央视一套的节目，但浙江卫视的《奔跑吧兄弟》、湖南台《我是歌手》这类综艺是看不上的。监狱的篮球场地开阔，里面也会举办各种赛事，吴亦凡估计会成为球队的主力。当然，拔河比赛他也可以大显身手。为了让犯人在改造后是个身心健康的人，体力劳动之余，合理的营养搭配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比如馒头，尽管吃，每天早上都会有牛奶、鸡蛋，保证犯人们有充足的蛋白质摄入。吴亦凡吃的蔬菜都比较环保健康，监狱有自留地，会种植适龄果蔬，而这些就是首先供给监狱内的工作人员和犯人们食用的。遇到中秋节、春节、端午节等重要节日，也会吃到月饼、粽子、饺子，会让这些犯人感受到温暖与关心。中国对犯人是有着各方面的关怀的，只要吴亦凡好好改造，他现在还年轻，只有32岁，真的服刑期满，大概45岁左右，有可能因为表现好提前获释。即使出来45岁，奋斗还不太晚，到时会有人送他到首都机场，然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加拿大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希望吴亦凡改过自新，将来能回到自己国家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简单总结，吴亦凡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3点。第一，2018年7月1日，他伙同他人与2名女性组织酒后淫乱活动。第二，2020年11月到12月之间，他先后趁3位女性醉酒之际，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。第三，2019年到2020年之间，吴亦凡偷逃税款0.95亿，其他少缴税款0.84亿。吴亦凡的宣判结果也包括3点：第一，有期徒刑13年；第二，附加驱逐出境；第三，补缴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共计6亿元。2021年8月16日，北京朝阳检察院依法逮捕吴亦凡。之后1年多的时间里，流言四起。有人说吴亦凡的背后是大毒枭，他很可能被判死刑。有人说吴亦凡受不了这种落差，已经畏罪自杀了。有人说吴亦凡在交代问题时痛哭流涕，供出了好几个圈内大佬。有人说吴亦凡已经开始在监狱里踩缝纫机了。
还有人说，吴亦凡已经花钱赎回了自由身，现在在加拿大快活。直到今年6月10日，吴亦凡案一审开庭，这些流言才不攻自破。5个月后，一审判决结果下来后，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拍手叫好之余，很多人和嘴姐一样，觉得意犹未尽，脑海中涌现出了好多问号。铺垫了那么长时间，结果就是他和5个女孩子的那点事儿。6亿罚款虽然多，但经历了犯8亿、为13亿的洗礼后，我们竟然觉得6亿也就那样吧。13年刑期固然长，但吴亦凡出狱后不过40来岁，过亿身价，这个处罚力度似乎还不够。不过别着急，吴亦凡案的结果看似简单，背后的影响却很深远，而由它引发的7大疑问是时候解开了。疑问：都美竹是英雄吗？在宣判结果出来后，都美竹第一时间更新了社媒，终于等到了。在当晚的直播间里，他甚至放了一首应景的好日子。有人说他凭借一己之力将吴亦凡挑落马下，有人则形容她是仅次于劳荣枝的狠女人。那么都美竹是英雄还是心机女？可以肯定地说，都美竹其实也并不简单。2020年的12月5日，吴亦凡的经纪人以 MV 选女主为由，将都美竹邀请到吴亦凡的家中聚餐。酒足饭饱后，其他人离开，吴亦凡和醉酒后的都美竹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，他在吴亦凡家吃了早饭，吴亦凡的司机随后把他送回家。3天后，他欣然接受了吴亦凡的3.2万好处费，之后几个月还和吴亦凡继续保持联络，直到去年4月被吴亦凡甩了。去年6月，都美竹和闺蜜唱双簧在网上公开了和吴亦凡交往的过程，而警方的通报里清楚地写着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网络知名度。随后2个男人参与了这场事件，一个拱火，另一个搅局。拱火的是网络写手徐某，他联系到都美竹，帮他写了那几篇讨伐檄文。我们熟悉的吴谦梗就是出自他之手。经过他的煽风点火，吴亦凡事件引爆全网。搅局者是刘某条，他先冒充受害者联系都美竹，套取了关键信息，然后又冒充都美竹联系吴亦凡，索要800万赔偿。吴妈报了警。警方调查得知敲诈勒索的不是都美竹本人，将背后的刘某条抓获，然后顺藤摸瓜查出了吴亦凡的犯罪行为。整个过程中，都美竹就像引爆炸药的那根炮捻子，他自己做事的出发点是为了火，没想到引发了多米诺效应，以柔弱之躯将吴亦凡这座大厦给掀翻了。如果要进行评价，他算得上是污点英雄吧。二问：吴亦凡是被老妈坑了吗？从上面的塌房过程中，我们不难看出吴亦凡的妈妈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事实上，吴亦凡妈妈也颇有心机。法律上规定，诈骗50万要判10年起步。他妈在和都美竹谈判后，刚好把数字压到了50万，就是想让都美竹蹲10年耗子。在给都美竹转过钱后，他立刻选择报警。本可以瓮中捉鳖，没想到这个都美竹是刘某条假扮的。警方在侦破案件过程中，还原了已经被吴亦凡删除的聊天记录和视频录像，最后都美竹没抓进去，自己的儿子却进去了，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在吴亦凡成长的过程中，吴妈一直是他心头的魔咒。吴妈是甘肃人，吴爸是湖北人，两人在武汉相识相恋，后来生下吴亦凡后跑到广州发展。吴亦凡小时候在甘肃长大，读小学时来到了广州。10岁那年，他爸妈离婚，他跟随妈妈去了加拿大生活。孤儿寡母，在加拿大生活了7年，吴妈吃尽了苦，对儿子的控制欲也特别强。吴亦凡沉迷网络，他拔了网线。吴亦凡喜欢篮球，他害怕打球受伤，终止了儿子的篮球梦。后来吴亦凡被选中成为韩国的偶像练习生，母子俩一直闹到机场，吴亦凡才不顾母亲的反对，在合约上签了字。在韩国那几年，母亲看不下去儿子吃苦，多次劝说儿子退出。后来即使成为大明星后，他依然活在母亲的阴影下，在母亲面前是个乖乖男，母亲一离开立刻变得桀骜不驯。我们看吴亦凡这些年的绯闻女友，
无论秦牛正威还是都美竹，都是像那妈妈那样黑长直、高挑身材的美女。在和妹子们的聊天记录里，吴亦凡表现得像个缺爱的软萌男孩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严母长期的压迫式教育。也难怪他的前任向韵杰评价他是渴望爱情的大男孩。吴亦凡回国后，经纪团队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因为他的母亲长期垂帘听政。2016年的小 Gina 事件曝光后，女孩找上门讨要说法，据说吴亦凡躲在门后大叫：“我妈来了，我妈真的来了。”这次都美竹事件也是吴妈在帮儿子擦屁股，从谈判到转账到报警，都是吴妈一手包办，结果把儿子坑了。我们常说慈母多半，但是吴亦凡告诉我们，在一个严母身边长大的孩子也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。3问：吴亦凡供出圈内大佬了吗？俗话说，拔出萝卜带出你。吴亦凡因为聚众淫乱被抓，这个众有哪些人，引发大家的无数联想。中国流行圈子文化，娱乐圈更是如此。吴亦凡当年混韩圈，之后回国后出演徐静蕾的电影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，被带入了京圈，然后出演了《老炮儿》这样的大制作电影。冯小刚又把他介绍给港圈，周星驰和徐克又找上门了。娱乐圈有个特点，就是圈圈互吹。管虎评价他是眼睛很单纯，特别干净。冯小刚说他羞涩而又传统，热爱表演，一身正能量，很有礼貌。张国立更夸赞他特别干净。只有周星驰耿直地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长得帅，我们为啥找你拍戏？当吴亦凡被抓后，整个娱乐圈人人自危，可从结果来看，吴亦凡似乎是牺牲了自己，掩护了同伴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只能说你们太小瞧大陆的司法威严了，只要稍微了解政法系统的人都应该清楚，在中国，哪怕你在外如何坚不可摧，一旦进入了审讯室，基本上熬不过1个礼拜，全都交代了。之前李易峰、李云迪嫖娼，很多大聪明还给他们支招，说警察上门了，就一口咬定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殊不知警方只要看看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就能识破诡计。吴亦凡这种大案子更是如此，警方在审讯他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，像他这样从小养尊处优，长大后众星捧月的主，如今巅峰跌落，整个人还蒙灯转向，走进审讯室，心理防线立刻就崩溃了，交代问题，供出同伙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当然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，吴亦凡的归吴亦凡，而那些所谓大佬的，还是让子弹再飞一回吧。4问：吴亦凡会减刑吗？一审结果公布后，很多人都开始算算数。有人则说，吴亦凡今年32岁，判13年出来就是45岁了，已是垂垂老矣了。有人则说，中国的法律很人性化，只要你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是可以获得减刑的，像吴亦凡这样有钱的做不了几年牢房。以上都是巨大的误解。首先，吴亦凡去年被抓后进了看守所，已经开始算刑期了，也就是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经服刑1年多了。其次，我国刑法规定了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是不得假释的，而强奸罪一般是3年到10年的刑期，吴亦凡获刑11年6个月，这意味着他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这还不算其他刑罚。吴亦凡案件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，想要获得减刑几乎不可能。最后，我们假设吴亦凡举报了他人犯罪，有重大立功表现，获得了减刑机会，那也要看对方犯的什么案子。除了杀人、绑架、强奸这类恶性案件，一般小案子很难获得减刑。而像吴亦凡这种重刑犯，即使减刑，最多2年减1次，每次最多减10个月，中间还得间隔18个月以上。总之，最乐观的情况，吴亦凡也要在监狱里待个11年，做这种算术题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。5问：吴亦凡是如何偷税漏税的？关于吴亦凡裤裆里的那点事儿，网上已经反复盘点过很多次了。不过他偷税漏税这事儿倒是有些新鲜。
一般明星偷税漏税，主要是成立公司，将个人酬劳转变成公司经营所得，税率也从最高45%降到了5%到35%。吴亦凡则是利用自己加拿大人的身份，在海外成立公司，将个人收入转变为境外企业收入，税率从40%到45%，瞬间降到了5%到10%。吴亦凡在节目里唱大碗宽面，改编中国风歌曲，说要扛起振兴中国文化的大旗。可在面对真正利益的时候，香蕉人的本质凸显，利用自己的加拿大国籍为自己谋福利。没事时是中华好儿郎，有时候是加拿大人上人，出口转内销，成为香饽饽，腹中空空，成为说唱节目导师，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儿。吴亦凡偷税漏税的手段提醒我们，明星在国籍问题上绝不能模糊处理。6问：吴亦凡还能东山再起吗？吴亦凡被判刑后，社媒上依然有大量的粉丝对他不离不弃，很多粉丝甚至立下 flag 要等哥哥出来的那一天。那么，吴亦凡还能东山再起吗？答案是绝无可能。吴亦凡出狱后将立刻被驱逐出境，10年内不准再登中国。等他可以再来时，已经是55岁的老头子了。他当年的那些粉丝早就成家立业了，谁还会追这样一个糟老头子？而且吴亦凡不仅在中国犯事儿，他在美国、加拿大的时候也不老实，当地留学圈里他约女学生的传闻有很多。这次一审宣判时，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旁听了宣判，换言之，他已经被加拿大那边盯上了。吴亦凡的人是进去了，一摊子烂事儿还要处理，除了那6亿罚款，他之前还代言了大量广告，出演了好几部 S 级的影视剧，一直是多方力捧的明星。出事后，剧方、广告方、平台方都会索取天价赔偿。吴亦凡是顶流没错，赚了很多钱也没错，但也遭不住这样折腾。而民生方面，他已经臭大街了。他母亲是成功商人，家里早就不缺钱了，缺的恰恰是被吴亦凡这一折腾，是人财两空。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，一个长期待在监狱中的人是很难重新适应社会的。吴亦凡出狱后，从顶流明星变成过街老鼠，内外交困下，他别说东山再起了，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已经是烧高香了。7问：吴亦凡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永远不要过于相信明星的所谓人设，他们使用的金钱单位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做事的底线和我不一样，原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想要和他们产生共情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永远不要把明星过于神圣化，歌手也好，演员也罢，本质上就是一种职业，和普通人没啥区别。看看香港，市民刘青云可以上街买菜，影帝梁家辉可以摆摊赚钱，港姐谭小环可以在铜锣湾卖鱼丸，这才是明星该有的样子。内地观众把明星当老爷供着是一种畸形病态的现象，吴亦凡就是这种现象下的畸形。最后也是最实用的建议，谈恋爱时永远不要把好皮囊作为标准。表面光鲜亮丽之下，背后的真真假假你看不清，真正能陪你走过岁月长河的不是一张好看的脸，而是一颗温暖善良的心。本该有大好前程，32岁的吴亦凡就这样改写了自己的结局，他下半生的赎罪，一切也才刚刚开始。